歡迎收聽空中哲學頻道。今日我們來談如何避免誤用 AI， 讓他者與自己成為自動武器下的亡魂。很高興今天能來到這裡。在我們正式展開這次的深入探討之前，我想請正在收聽的您，先在腦海中勾勒一個畫面。哦，什麼樣的畫面？就是想象一下，如果您現在正坐在一個地下掩體的軍事指揮室裡，您的眼前是那種巨大的熒幕，然後上頭的數據正以每秒數十萬筆的速度瘋狂湧入，資訊量非常龐大。對，有那個無人機傳回的高解析度即時影像，有衛星掃描的熱感應圖，甚至還有從敵方無線電波中攔截到的加密訊號。然後突然間，熒幕中央彈出一個閃爍的紅色方框，鎖定目標了。沒錯，鎖定了一個建築物，旁邊還標注着偵測到敵方高階將領，平民傷亡幾率低於 5%， 建議立即發射飛彈。然後系統開始倒數10秒、9秒、8秒。哇，壓力真的很大，根本喘不過氣嘛。在這短短不到10秒鐘的時間裡，您根本來不及看懂那些龐大的數據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您唯一能做的就是決定要不要按下同意的按鈕。這是非常典型的現代戰場情境。所以我就在想，在這種生死存亡的瞬間，我們人類真的還握有控制權嗎？或者我們其實早就淪為自動化機器的橡皮圖章了？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問題。您好，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深潛之旅。今天我們要看的資料真的非常震撼，它涵蓋了美國軍事戰略智庫的最新戰場報告，聯合國關於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的內部辯論，甚至一路深潛到一套非常宏大且深層的整體的哲學論述。是的。我們的任務其實很明確，就是要看透當前 AI 武器化這團危險的迷霧。這絕對不只是一場關於尖端科技發展的閒聊而已哦。我們要從哲學與文明的高度來搶救人類在生死關頭的決策權。沒錯，這關乎我們文明的存續。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了這套整體的哲學架構的作者來擔任我們這次的專家向導。大家好，很高興能與您以及正在收聽的您一起進行這場深度對話。在接下來的探討中，我們將會以我們這個第一人稱複數，也就是代表提出這套整體哲學體系的團隊與思想流派，來與各位剖析。那在我們跳進深奧的哲學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楚戰場上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必須的，我們要先看清現實。對啊，我們在資料中看到，像是美國五角大廈的 Maven 智慧系統，以色列在衝突中使用的 Gospel 系統，還有烏克蘭戰場上的 Delta 系統，這些 AI 武器系統似乎已經完全改變了戰爭的節奏了。徹底顛覆了。過去我們常聽軍事戰略上有一個 OOTA 迴圈嘛，也就是觀察、定向、決定、行動。這個迴圈在過去可能需要幾個小時，甚至幾天來完成，但現在 AI 把它壓縮到了什麼程度啊？壓縮到了幾乎，超乎人類生理與認知極限的地步。我們觀察到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整合情報，這個原本需要跨部門開會討論的迴圈，現在被壓縮到只剩下幾分鐘，甚至是我剛才開場講的幾秒鐘。沒錯，這裡其實有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各國軍方在推行這些 AI 武器時，都會在白皮書裡信誓旦旦地說，系統會保持有意義的人類控制，也就是所謂的人在回路中。就是說，最後按按鈕的還是人類嘛？對，但在我們看來，這根本是一個極度危險的幻覺。等一下，您的意思是，軍方雖然說人在回路中，但這其實只是一塊遮羞布嘛？精確地說，這變成了一個推卸責任的漏洞。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有一種現象叫做自動化偏見。自動化偏見。是的。當一個 AI 系統展現出極強的數據處理能力，而且在過去的99次演習中都提供了看似完美的建議時，
人類操作員就會產生嚴重的心理依賴。哦，就是覺得機器一定比較聰明。對，在極高壓、腎上腺素飆升，而且決策時間只有10秒鐘的戰場上，人類根本沒有能力去檢視 AI 背後那幾百萬個參數的運算邏輯。最終，人類就會放棄懷疑，直接順從機器的判斷，完全正確。我們來拆解一下這個概念。這其實就像是我們的手機軟體要更新時，會跳出一個長達50頁的隱私與服務條款。這個比喻很好，對吧？因為文字太長了，而且我們急着要用手機，所以根本一行都沒看，就直接滑到底部按下同意。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嘿，可是今天在戰場上，這個同意鍵按下去，代表的卻是幾十條人命的消逝。哎，確實如此。而且更令人擔憂的是，資料中還揭露了一種叫做 AI 潛伏代理人的深層威脅。哇，這個詞聽起來超像間諜電影的。概念上確實很像，這比單純的計算錯誤還要可怕得多。所謂的潛伏代理人，是指如果敵方在 AI 系統的訓練數據階段就偷偷植入了惡意的指令，被污染的數據。對。這個 AI 模型在平時的測試，甚至前幾次實戰中，都會表現得完美無缺，完全贏得人類指揮官的信任。但是，它其實被設定了某種觸發條件，像是到達某個特定的經緯度，或者是感測到某一種特定的平民車輛。沒錯，一旦戰場環境滿足了這個隱蔽的條件， AI 就會突然甦醒，然後做出極度災難性的錯誤決策。天哪！比如把友軍當成敵人，是的，或者將平民醫院標記為首要摧毀目標，因為人類已經陷入了剛才說的自動化偏見，盲目信任這個系統，就會毫不猶豫地按下發射鍵。這等於是在自己的軍隊大腦裡埋了一顆連自己都找不到的地雷碼。完全正確。既然把生殺大權交給機器的危險性這麼高，這簡直是拿人類的存亡在開玩笑。那為什麼各國還是像着了魔一樣，前仆後繼的要把決策權交給 AI 呢？這就進入了我們整體的哲學必須介入的核心原因了。我們認為，人類之所以會掉入這個陷阱，是因為我們從根本上誤解了 AI 的本質。誤解了本質。對，我們主張 AI 發展的極限，說到底只是一種計量知識論。暫停一下。計量知識論這個詞聽起來有點硬核，我們可以把它稍微白話一點嗎？您的意思是說，不管現在的 AI 看起來多麼聰明，它骨子裡其實只是一個運算能力超級強大的 Excel 試算表。好，您抓住了核心。是的，計量知識論指的就是一種企圖透過龐大的數據、邏輯與幾率計算來一以貫萬利的知識體系。就只是在算幾率。沒錯，它不是真的懂。在我們的哲學體系中，我們經常用尼采口中的月亮來比喻這種知識。月亮？是的，月亮高掛在夜空中，看起來冷峻、客觀，甚至能照亮黑夜。但我們都知道，月亮本身是不發光的嘛。哦，它是借光反射的。對，它缺乏內在的生命力，所有的光芒都是借着太陽的光反射出來的。AI 就像這輪月亮。聽起來很詩意，但也很殘酷。他看起來極度聰明，但他處理的那些海量資訊，也就是全人類寫過的書、說過的話、做過的決策，那才是真正發光的太陽。如果今天人類文明停止闡述新的思想，這輪 AI 的月亮遲早會黯淡無光。它缺乏真正的心。那如果 AI 只有計量的能力，相對來說，您所說的真正的心，或者說我們人類獨有的智慧，又是什麼？那是我們所說的心性知識論，或者也可以稱作去中心化知識論。這是只有人類、只有眾生才能追求的境界。為什麼？因為這需要一個能超越自己既有世界，在差異與矛盾中創造出新世界的心。人類能夠由學而覺。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會感受到道德的重量，會產生憐憫，會體會意志的掙扎。這的確是機器沒有的。沒錯，這正是任何計量工具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但這裡我想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哦。請說。
現在的大型語言模型或者是生成式 AI， 它們可以寫出文情並茂的詩，可以幫程式設計師除錯，甚至在圍棋上發明出人類大師從沒想過的全新戰術。是的，表現非常驚人。當我們在用這些系統時，真的會覺得它有一種創造力耶，感覺它不再只是個試算表，而像是一個有獨立意識的個體。難道我們不能把它當成一個新的智慧實體嗎？這正是當前科技界最大的迷思，也是我們在整體哲學中必須嚴正聲明的一點：絕對不要將 AI 實體化，絕對不能實體化。對，無論 AI 的表現多麼令人驚豔，那些所謂的創造力，都不過是將參與建造者，也就是全人類的心性與知識進行極度複雜的匯合與集體投影。它只是一個投影。沒錯 ，AI 是一面鏡子。當您在鏡子裡看到一幅美麗的畫像時，您不會認為鏡子本身就是畫家吧？這倒不會。所以 AI 沒有自己的靈魂，沒有真正的覺知，因此它絕對沒有資格，也不應該去取代人類，去承擔生命消逝的倫理責任。了解。所以在整體的哲學裡 ，AI 的正確定位應該是一種動態介質，或者說是一種工程上的中介工具。完全正確。它可以模擬得很逼真，幫助我們梳理龐雜的資訊。但它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幫助我們人類從這些知識中體悟到自己的本心，引發出我們內在的無為的智慧。是的。它是介質，不是終點，而不是反客為主，變成代替我們扣下扳機的主宰。如果我們把 AI 當成一個可以負責任的實體，我們就是把全人類的命運交給了一面冰冷、沒有心跳的鏡子。哇，這就衍生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了。如果 AI 只是人類心性的鏡像，它不能被當成一個實體。那假設今天在戰場上，一個自動化武器系統因為演算法算錯了幾率，發射飛彈殺死了無辜的平民，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在政治和法律上，我們總不能把伺服器主機抓去坐牢吧？那到底誰該為此負責？這正是當前國際法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如果我們把這個連接到更大的圖像來看，我們必須看透當前武器自動化的底層邏輯。底層邏輯是什麼？它們往往是基於最大效能或最小戰損的效益主義在做計算。但在我們的整體哲學看來，這種將生命量化的計算，嚴重違反了生命價值的平等性預設。生命是平等的。對，生命不可以被放在天秤上當作數據來比較。一個平民的命和一個士兵的命不能只是一個幾率參數的差別。確實，當我們把人命變成 AI 決策樹裡面的一個數值時，這本身就是人類道德的集體降級。說得太好了。因此，在法律層面上，我們強烈主張必須確立鏡像原則。鏡像原則，也就是說，既然 AI 不能被實體化，法律就絕對不能賦予它任何形式的法人主體性，也不能容許任何將 AI 視為獨立決策者的法律空間。最錯的永遠是人。沒錯 ，AI 系統的任何決策都必須被毫無懸念地視為決策鏈中，也就是研發者、採購者以及最終按下按鈕的指揮官，這些人類意志的延伸，就是不能推給機器。對，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強制要求，在所有涉及生殺大權的系統中，保留人類感性與意志再進入的實質節點。我們必須徹底破除機器犯錯這種逃避責任的幻覺。這裡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您說到逃避責任，這讓我想到科技公司或軍方最喜歡用的一個借口。哦，您指什麼？他們常說：“哎呀，深度學習的演算法是一個黑箱嘛，神經網絡太複雜了，我們人類根本無法預測它到底會怎麼做決定。”這是最常見的說辭。如果照您剛才的邏輯，這種因為它是黑箱，所以我不知道的說法，在整體的哲學看來，根本是一種推卸責任的借口。這不只是借口，這在道德實踐上是一種嚴重的失職。
開發者和軍方指揮官絕對不能躲在技術無瑕的月光陰影下，假裝自己無能為力。所以不能說不知道就算了。如果一個系統是無法被解釋的黑箱，而且它的行為會造成致命的後果，那麼從一開始，這個系統就不應該被部署在戰場上。以黑箱作為免責聲明，等同於人類自願放棄了知行合一的責任。也就是說，不知道他會怎麼殺人，就不准讓他拿槍。這聽起來非常直白而且合理耶。這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但是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來看看現在真實的國際政治局勢。各國現在正瘋狂投入 AI 軍備競賽嘛，每個人都怕自己落後。沒錯，陷入了囚徒困境。我們在資料中也看到，聯合國的特定常規武器公約，也就是 CCW 框架下，各國吵成一團。有人提議說，既然 AI 這麼危險，我們是不是該建立一個類似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機構來實施全球監管？確實有這樣的呼聲，但這個想法在實務上真的行得通嗎？這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將 AI 的威脅與核能相提並論，其實只看到了表象，卻低估了本質。在我們看來 ，AI 的危險性比核能還要棘手得多。為什麼？核能不是很可怕嗎？核能當然可怕，但核能的危險是集中、可辨識、門檻高的。您要製造核彈，需要提煉鈾礦，需要大型離心機，需要實體工廠，這些都很容易被衛星監控到。核能失控是物質能量的失控，也是工廠那麼大一個，倉不住。有尺度的無節制擴張，它的危險是分散、滲透式且門檻極低的。對耶，你不需要一個幾百平的工廠，可能只需要幾百張高階顯示卡，還有一套開源的演算法。甚至只要有穩定的網絡，一個小型的武裝團體就能夠部署具備殺傷力的 AI 系統。正是如此 ，AI 不僅僅是戰場上的物理武器，它還在悄悄地重塑全球的權力結構、認知習慣，甚至改變人類對生命和心性的理解，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了。所以這絕對不僅僅是召開幾個技術標準論壇就能解決的產業問題。這是一個攸關文明秩序能否存續的根本問題。那我們究竟該怎麼辦？危險這麼分散，傳統的監管機構根本抓不住它啊！我們總不能就這樣坐以待斃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主張必須建立一個超越傳統框架、具有強大實踐能力的世界 AI 文明治理總署，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世界全視域委員會。世界全視域委員會，這名字聽起來很有力量。這個機構的核心任務只有一個，確保計量知識必須服從心性責任。它必須實施全球範圍的 AI 核查，建立嚴格的能力分級許可制，並強制要求所有涉及高風險 AI 的企業與軍方接受透明的審計。這聽起來是一個極度龐大的願景，但現實的問題來了。要建立並維持一個具備全球核查能力的超級機構，需要天文數字的經費耶。是的，成本非常高。這筆錢該由誰來出？總不能又叫各國老百姓繳納稅金來幫這些科技巨頭擦屁股吧？而且我們要用什麼理由去強迫那些科技巨頭乖乖掏錢？這是一個非常務實且關鍵的提問。在整體哲學的正當性上，我們認為這筆龐大的費用，我們將它命名為文明積累稅，必須由那些營運大型 AI 系統的企業與產業來全額負擔。文明積累稅為什麼是這個名字？因為所有強大的 AI 系統，它們的強大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建立在無償吸取全人類文明的積累之上。哦，也就是拿我們的資料去訓練。沒錯，他們拿了我們人類世世代代創造出來的龐大數據、語言結構、藝術結晶，甚至無數個人的行為模式，將這些文明的公共財轉化為他們私人的盈利工具。所以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麼？這就像是一家跨國礦業公司跑到全人類共同擁有的數位土地上大肆開採黃金。這個比喻非常精準。他們挖走了最有價值的礦產，賺得盆滿缽缽，所以他們當然有絕對的義務，必須繳納一筆高昂的環境維持費。沒錯，這筆錢不是罰款，
而是確保我們的心智環境、我們的實體世界不會因為他們的過度開採而徹底崩塌。既然 AI 拿走了全人類累積的光，它就有義務支付維持這道光不被遮蔽的成本。這比文明積累稅在哲學上更深層的意義，是用來補償因為技術壟斷而受損的社會平等性。把他們賺走的，再拿來保護人類。對，我們必須透過這種強制的制度設計，把心性的責任感重新注入到盲目擴張的計量系統中，確保科技永遠只能是服務人類的介質，而不是終結生命的中心。哇，今天這一場對話真的是一路從戰場上的那10秒鐘，深潛到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存續與制度設計。我們來為聽眾快速梳理一下今天的幾個核心描點。好的，首先，面對戰場上窩打回圈的極限壓縮，我們不能再天真的相信人在回路中的幻覺，那往往只是自動化偏見下的橡皮圖章。是的，人類必須保持警惕。其次，透過整體哲學的視角，我們看清了 AI 的極限就只是計量知識論，它就像不會發光的月亮，是人類文明的鏡像，絕對不能把它當成一個擁有真實心智的獨立實體。這是最核心的認知。再來，在法律與政治上，我們確立了鏡像原則，人類不能把黑箱當作借口，必須對 AI 的行為負起100%的知行合一責任。最後，為了對抗這股將生命量化的洪流，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世界 AI 文明治理總署，並透過徵收文明積累稅，來確保我們的文明不會被自己創造的鏡子所吞噬。總結得非常全面。面對強大的人工智慧，我們不需要感到自卑或恐懼，而是要承擔起我們身為擁有心性的眾生那份無可推卸的道德責任。在我們今天深潛旅程的最後，我想留給各位聽眾一個延伸的思考。我們今天花了很大的篇幅談論在戰場上絕對不能把生殺大權交給冰冷的 AI， 但請您稍微檢視一下自己的日常哦。當我們每天依賴演算法來決定我們要聽什麼音樂、看什麼新聞、買什麼商品，甚至依賴它來寫信。對，甚至依賴 AI 來決定該用什麼語氣回復一封重要的工作信件，該怎麼規劃我們的生涯時，我們是不是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我們心的某個部分外包給了這些自動化的計量機器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們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都已經逐漸放棄了思考與感受的選擇權，那麼我們距離戰場上那個盲目按下同意按鈕的橡皮圖章，真的有我們想象中那麼遙遠嗎？這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課題。感謝您的收聽，希望本文對您有所注意，有所啟發。下次再見。